费可欣与萧初然在行政酒廊聊了很久。这期间，费可欣将自己的故事稍作修改，便让一切在萧初然眼里显得无比真实，甚至如丝般顺滑。按照费可欣的说法，他与爷爷当初之所以前往金陵，就是因为爷爷身体状态每况愈下。有人给爷爷介绍了一个名叫施天齐的顶尖中医，得知施天齐在金陵开医馆，祖孙二人便立刻乘飞机前往金陵。到了金陵之后，为了低调行事，费可欣采用了詹斐儿的假身份，而他也是在进入华夏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这个身份，所以这也让萧初然意识到，费可欣不是为了骗他才编造了一个假名。费可欣告诉萧初然，他和爷爷到了金陵之后，找到了施天齐为爷爷治疗，也确实治好了爷爷的病。但就在那个时候，自己的大伯趁着爷爷不在美国，用计夺走了家主之位，并且开始追杀他和他的爷爷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在金陵听人说叶晨是非常厉害的风水大师，所以便找到叶晨试图破局。叶晨给他指点一二，他与爷爷便逃出升天。也是那个时候，他为了不连累萧初然，与萧初然不辞而别，从金陵人间蒸发。随后，费可欣又告诉萧初然，他之所以能够做上费家家主，也全靠叶晨给他改了风水与命数，才让他能够在费家遭遇巨大危机的时候，与爷爷一同回到纽约，并且顺利夺回了家主之位。剩下的就不需要费可欣跟萧初然解释了，萧初然自己在电视上就已经知道了10之8、9。费可欣聪明地隐瞒了自己去金陵的真实目的，然后把施天齐搬出来做一个完美的替代，然后又借着叶晨风水师的身份，将风水这方面尽量放大，于是就把萧初然忽悠得坚信不疑。当他听说费可欣竟然被自己的大伯追杀，甚至险些没命的时候，他心中也不禁有些惭愧。惭愧的是，费可欣遇到这么大的危机，为了不连累自己才不打招呼就走，自己却在心里为他的不辞而别感到失落，而她也同时为自己的老公感到骄傲。她是真没想到，叶晨在风水上的能力竟然如此强大，甚至能帮费可欣夺回费家家主之位，一步登天。这也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费可欣这个1亿美元身价的费家家主，在叶晨面前却毕恭毕敬。一切在萧初然看来都是那么的无懈可击，所以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怀疑。如此一来，他心底的那点失落也就彻底烟消云散。当他送走费可欣返回酒店房间的路上，他甚至因为费可欣的坎坷磨难，一个人偷偷抹了眼泪。待他回到房间，叶晨发现老婆竟然哭红了眼，连忙关切地问道：“老婆，你怎么哭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萧初然没说话，走上前来，轻轻抱住叶晨，哽咽道：“老公，可欣她太不容易了。”叶晨愣了愣，旋即便猜到了大概是怎么一回事，于是一边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，一边安慰道：“老婆，俗话说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费小姐如果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子，她自然不用经历那么多危险与磨难，但她现在是1亿美元家族的掌舵者，像这种高度的人，受点磨难是应该的，否则她根本就不懂得珍惜。”萧初然叹了口气，自责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她经历了这么多坎坷，还以为她故意弄了个假身份到金陵体验生活，体验够了就直接不打招呼消失了。”叶晨笑道：“你现在知道事情真相，就不用再纠结这么多了。对他来说，眼下是最好的结果，你们2个也终于能说开这些误会，重新做朋友，这不是挺完美的吗？”是。萧初然觉得叶晨说的有道理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随后他看着叶晨，一脸崇拜地说道：“不过老公你也真是太厉害了，只是在风水上调整一下，就能让可欣从被大伯追杀，一下逆袭成为费家家主，这也太了不起了吧？”叶晨哈哈一笑，谦虚地说道：“其实这主要还是人家有这个基础，你要知道，费小姐本身就是费家人，能生在这种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她的命格就已经是1万人中难寻其一了。再说她又有她爷爷的支持，基本上已经算得上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的风水其实就是那阵东风而已。”萧初然无比认真地说道：“
那也已经非常厉害了。我以前还觉得你老去给人家看风水，会不会哪天被人找上门来讨说法？今天看来，我老公的本事大着呢，怪不得人家都叫你叶大师，因为你是真的大师。叶晨摸了摸鼻子，笑道：老婆，你这么捧我，我可是会骄傲的。萧初然莞尔一笑，叶大师骄傲也是有底气的。几个小时后，一架湾流飞机降落在马来西亚乔治城机场。这个华人聚居的城市还有另一个名字，槟城。此时的槟城暴雨倾盆，雨水就像是从天上一直连到了地面。飞机落地之后，便直接滑行进了制定的机库。整个机库内都回荡着雨水拍打房顶的声音，而邱英山和他85岁的太太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。待林婉儿从飞机上走下来，邱英山握着太太的手，激动地走上前，恭敬道：小姐您一路辛苦了。邱英山的太太也毕恭毕敬地说道：小姐您辛苦了。林婉儿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你们不用到这里接我，派个司机来就好了。邱英山忙道：小姐您大驾光临到马来西亚，我怎么能不来迎接呢？林婉儿会心一笑，开口道：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先走吧。好，邱英山恭敬说道：海关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，您把来时的护照给我，我安排人去办手续，剩下的您就不用操心了。林婉儿点点头，将来时的护照递给邱英山。随后邱英山请林婉儿坐上自己的加长莱斯，让其中一名心腹去为林婉儿办理入境手续，另一名心腹则开车载着3人离开机场，前往他在乔治城的庄园。路上，林婉儿看着周围雨蒙蒙的景色，若有所思地感叹：槟城还是这么喜欢下雨，我讨厌下雨。邱英山尴尬一笑，无奈道：槟城一到夏天雨水确实太多，过去1个月下了2场雨，一场14天，一场15天，中间就停了1天。说着，邱英山犹豫片刻，问他：小姐，您不是一直不想回华夏吗？为什么这次又忽然要去金陵暂时定居了？林婉儿淡然笑道：在北欧遇到些麻烦，要去华夏避避风头，顺便再找一个人。邱英山好奇地问道：什么人值得小姐您亲自寻找？林婉儿嫣然一笑：是个贵人，说不定是唯一一个能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